你是不是也发现我们一直在重复同一个周期循环？我统整了推动市场5大驱动力，他们共同推动的动态系统。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多维度的互相影响呢？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分辨现在在哪一个市场状态，也可以比较好理解为什么基本面好，它还是疯狂下跌，为什么财报开出来超出预期，它还是跌呢？我是Renee，分享给你我投资交易中学到的思维框架。你会发现这5个驱动力在不同的阶段，它们发挥的影响力是会改变的。你也会发现市场永远不是在交易现在，而是交易重新定价的未来。这5个驱动力每一个议题都很大，所以我就尽量简化重点。最底层的就是客观的现实跟市场的预期。这个现实可以是资金流动性的改变，或者是科技的改变，像是改变人类生产力的 AI 就会影响市场预期。接着资金就会开始布局，价格就会上涨，接着市场就会更加的开始注意哪一些是有相对强势的成长，有哪些突破，哪些公司的财报超出预期呢？接着叙事就会逐渐形成，也就是市场开始理解为什么涨，而这个叙事成型了以后，就代表这个叙事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故事，是市场共同能接受的一套解释。没有成型的叙事是不会被传开的，那我跟你就不会接受到了。比如说2023年市场在意的是 AI 有商业价值吗？有，所以开启了我们熟悉的 AI 革命的主叙事。2024年市场在意的是 AI 要怎么样部署，就开启了 AI 的基础建设的主叙事。资金潮从获利确定性最高的受益者，或者是大型的龙头开始扩散，也就是大家相信未来会赚更多钱，所以现在愿意付更高的价格，进而推动上涨。反之亦然，资金扩散推往供应链，因为市场开始寻找它的第2、3、4线的受益者，就这样慢慢的扩散，推动越来越多的股票上涨，接着搭配着价格的上涨，叙事也会跟着扩散，有更多人接受这些叙事，然后这个时候的市场心理，它的利多是非常容易被放大的，而利空则是会被忽略，这样子进而推动更多的上涨，接着新闻就跟着全面扩散，叙事就成了大家的共同的信念，它逐渐加深大家的信仰，吸引更多的资金加入。这时候的市场心理，利多跟利空的消息都是有帮助的，好消息跟坏消息都是涨的理由，都可以解释为利多。这好像跟直觉很冲突，我回头去查才发现，在100年以前就已经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了。牛市的特点是走阻力最小的路线，市场会对负面的头条新闻不屑一顾，这时候就已经扩散到小型股的市场里面。大家的心理是，只要跟着 AI 站上边的都会涨，他们也真的开始飙涨，上涨的倍数甚至比确定性高的知名大企业还要高，全面进入了疯魔状态，也就是索罗斯所说的反身性的观点。市场参与者的看法会影响市场本身，而改变后的市场又会反过来影响市场参与者的看法，所以就是客观的现实改变了市场的预期，然后市场的预期又带动叙事这个集体的共同的信念，而集体的信念又会带来资金潮，这样一波一波的上来，资金潮又会推动价格的改变，然后市场又会重新解读它的基本面。以正面的来说，公司有钱就可以做更多的资本支出，它可以盖更多的资料中心做这些投资，而这些投资又能让他们的获利增加，所以也就真的改变了它公司原本的基本面的现实，进而股价又更高了，而大家又更相信这个叙事，就是在现实、预期、叙事跟资金的价格之间形成一个持续自我加速快转的正向循环。记得我们交易的都是未来的成长，但涨多了，也就是估值跑在基本面前面太多，市场开始慢慢进入相较比较脆弱的状态，这时候
利多的消息也开始涨不上去了，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利多出尽，不可避免的便开始回调下跌，市场的心理就会开始放大利空的消息，或者是进入盘整的震荡期。这时候的市场心理是好坏消息的力量接近平衡，他们在拉扯中，但其实盘整的时间越久，市场的心态其实就越悲观，而很多人都是在这个时候被洗出场的，也就是我在上一部影片提到的。而盘整的时候仍然持续的验证叙事的基本面或者是客观的事实，而同时间资金也开始酝酿找另外一个叙事。像2025年市场问的是，砸了这么多钱在 AI 投资，是不是真的能产生足够的回报呢？市场的预期又开始再重新的定价。而在盘整或者是下跌回调期，这个时候出现负面的消息，都很有可能变成是影响巨大的黑天鹅，因为这些讯号在这个时候的市场心理都会被市场放大检视，而在牛市的时候，同样的消息跌一点就还是会涨回来，但这种时候它的作用力跟影响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到了2026年，新叙事是 AI 基础建设下限制成长的瓶颈在哪，又继续带动了这一次的记忆体的浪潮。而当这一区逐渐的被市场充分或者是过度定价了以后，资金又会再去寻找下一个叙事，转换到那些尚未被完全定价的区块，或者是因为叙事改变而重新改变定价的区块，也就是都是需要叙事这个催化剂。它可以是组成堆叠来的，它可以同时间成立的，就是依据当下的市场心理状态，谁的声音大来决定上涨还是下跌，还是横盘发展，它也互相的影响着叙事的走向。如果你是对产业细节有极深研究的人，就可以顺着叙事这个思路去挖掘个股的 alpha， 打败市场，赚取倍数最大的利润。而像我自己是对整个大盘的市场心理还有它的情绪跟市场状态比较有研究，也比较有兴趣，所以就会挑产业的类别的被动指数 ETF 进行波段。我不用每一个 alpha 每个个股都追，因为不是每个钱我都要赚到，我把市场的贝塔吃好，做我能理解有把握的，在挑对的时候用杠杆 ETF 把它加大效果，把它吃满。如果情况跟我预想的不一样，就有纪律的马上离开。或者你可以选择另外一种大道至简的方法，也是我认为最艰难的长期投资。不管市场的牛熊风雨，都紧紧握好你的优质资产。能获利的投资交易，它的方法跟策略有很多种，都是可以在市场中获利的，就是要看是不是适合自己，有没有纪律的去坚持下去自己的原则。你会发现到其实这个世界上机会有很多，差别只是在我们的认知有没有看懂。而市场一直都会出现各种机会，重点是准备好自己才能看懂这些机会，然后耐心等待这些机会的到来。在下面留言哪些还可以补充优化这个框架的地方。我是Renee，如果你也喜欢这些分享的话，记得在下面帮我按赞订阅哦。那我们下一个影片见。